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这2堂课我们讲了有关昆达里尼这股宇宙太初的能量。这股灵能无处不在，但你尚未能感知到它，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存在，就像他们不相信有气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鱼的故事。有一条小鱼游到大鱼旁边，小鱼说：“我在寻找水，你知道在哪里吗？”大鱼说：“你现在就在水里啊。”小鱼不可置信，非常惊讶：“水？哪里有水啊？”这就是你告诉人们震动能量与捉火传说时人们的反应。在这生命长河的游戏主轴，第一就是去识破这是场游戏，第二就是去参加这场游戏。识破游戏就是悟空，参加游戏就是昆达里尼捉火的觉醒。但若你尚未识破这场游戏，就急着参与，以修行的角度而言，是危险的。市面上有许多吸引力法则的教学与推销，但真正的情况是，若你尚未识破这场游戏，你就无法真正有效地运用吸引力和创造法则。若你强行使用吸引力法则，你就越陷入这场游戏的泥沼之中，不可自拔。市面上流行的吸引力法则是一颗糖，吸引着无数人们前往买单购入。这颗糖可以是欲望的毒药，也可以是通往灵性提升的灵药，这取决于卖家与买家的心态和初心了。你抱着什么心前来呢？是贪婪的欲望吗？还是想更认识自己、改变现状的渴望呢？欲望与愿力往往看起来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力量。妄行者好好想一下，欲望与愿力这两者的不同。为什么菩萨的欲望就是愿力呢？而又为什么芸芸众生的愿力就是欲望呢？但大家不要误会了，阿武可没说吸引力法则都是骗人的哦。吸引力法则是我们天生就有的能力，也是来自于太初之母的能力。阿吴来教大家怎么去区分你遇到的吸引力法则教学到底是灵性成长的毒药还是灵药吧。只要没有先教你怎么把心平静下来，甚至得定的方法，再来讨论吸引力法则的教学，都是毒药。他们只是要吸引你进场买单而已，他们的出发心只是要赚取你的能量、流量与金钱罢了。他们完全不在乎你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方法、吸引力法则，而在这个游戏越陷越深，越来越迷惑与痛苦。像琥珀神秘学院这样真心关心各修行者们的修炼，真心想为地球提升转化出一份力，苦口婆心地提醒你，不管修习哪一种方法，还是需以内心的平静与静定为基础的教学并不多。因为人们总是肤浅地追逐外在形式的漂亮与美好，而不肯下功夫往自身的内心探寻。自古琥珀神秘学院的开课，就是为那些想探寻真理的流浪者前来。
让我们聚焦回来。这里有2张关于生命真理与游戏的入场券，若了悟空性就取得了入园的1张入场券，另1张入场券就是拙火昆达里尼的觉醒。灵蛇的觉醒就像一个开关，一个启动，一种活化，一次激活的过程。它能带你到能量的世界，至此你才能比较全面、稳定地感受到振动能量并运用。在东方古老的经典中，拙火被称为夏克提 Shakti， 是宇宙的力量，也是创造宇宙所有意识的能量。这股能量是有意识的，每个人的意识都是它的一小部分，它正透过你的眼睛看着这个它所创造的世界呢。在印度，夏克提被崇拜为女神，是神圣的宇宙之母。在古老的印度经典中，夏克提是湿婆 Shiva 的伴侣。在这个象征系统中，湿婆是空性，而夏克提就是能量、至乐的展现。空与有本来就不分离，这样你就看懂了这个宗教系统的象征了吧？这至乐的传统追随者称它为Ananda阿难陀，意思是无上的喜悦。瑜伽行者把它当作目标，开悟的人感知它在宇宙中所有有形与无形内，无一不是它的存在。空性难以被称作神，因为空性永远关照与宁静。但夏克提就会被称作神，因为它有它的意识，并且永远在嬉戏。它是所有神明之母，不止地球，整个宇宙都是它的游乐园呢。唤起昆达里尼的方式很多，并没有固定的方式，但基本的原则与方向还是有的。阿吴提供几种方式给大家。首先是进入定静，头脑的止息、不认同是最容易升起拙火的方式，所以只要你能深深地保持正定，并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在给灵蛇制造一个绝佳的空间环境。此时就需要一个机缘或刺激来唤醒它。至于进入定静的方式，就有许多种方法了。阿吴上一部观音法门的课程，经文中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就是进入了正定状态。但进入定静的方法当然不限于观音法门，阿吴以后有机会再来介绍一下其他方法。进入定静的深浅也不一定要进入非常深邃的定中才会唤起灵能。保持在没有思想的无念，或是不认同思想的无念都是可以的。在定静的前提下，以下介绍刺激昆达里尼拙火的方法。第一，和昆达里尼已觉醒的人在一起，待在他身边。这就是古代宗教强调要待在上师身边的原因，因为拙火觉醒的人身上会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漩涡。但要强调的是，这股能量并不是此人自身散发出来的，而是此个体接通，连通了天地之间的能量。这个个体把高频能量从宇宙高振动维度接通到人世间这个维度，此人就能量而言是个管道，是个媒介。所以当你可以保持比较平静的心，在此觉醒的人身边，就容易被这高振动的能量影响。这会和你身上昆达里尼潜伏的能量发生共振，进而有机会唤醒灵蛇。因为如此，你自身的振动频率也会开始提高一些。这是一个既方便又简单的方法，但也是困难的，因为拙火完全觉醒的人并不多见，你也无法在人群中辨别出来。偷偷告诉你，其实看琥珀的视频也是有相同效果的，这是因为由阿吴当这个媒介的关系。如果你曾在看琥珀神秘学院的影片时，身上有电流感或奇怪的跳动与脉动感觉，那就是这股能量在影响你了。因为这股能量并不限于时间与空间，虽然效果不如直接在身边那样强烈，但只要阿吴有意识去这么做，那模式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的。第二，利用声音，也就是阿吴上2堂教的唱诵法。唱诵把专注力集中在下丹田到会阴穴的位置，也就是脐轮到海底轮的区块，用相对低沉的音调一组唱诵3次。详细的方法请看第17集，开启第3眼那堂课有详细的介绍。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部位，在唱诵时感受其中的共振，此时你在这个部位会有麻麻、痒痒和温暖的感觉。当你时常这么做，就是在利用你自身声音的振动来引发共振。
唱诵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方法，练习时的重点应在感受声音和专注部位之间的共振效果，并不是发出声音或大声唱就会有效果的。修行人需细腻去感受。当然，想要唤醒灵蛇，还需看你是否常保持在定静状态和你的整体能量振动频率来决定。但对于你而言，有制造机会就有成功的可能，是吧？第三个方法是呼吸。想要在人体这个机器里使能量流动与相关运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靠呼吸来引导。所以动漫作品《鬼灭之刃》里的各种杀鬼招数的帅气呼吸法其实是有依据的，依着不同的呼吸方式加上观想加以引导，就可以带动能量的不同运用。你现在还感受不到自己身上的气，所以你可能会有所怀疑和不相信。如果你练太极拳几十年，或许你可以感受到一些气的流动，但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方法。对于气的感受或许会有一点点成果，但只要你唤醒了拙火，打通了气脉，你瞬间就可以感受到气的流动与能量的震动。甚至真正的太极拳也无师自通了，因为太极拳的精髓就是气的走向，而气的走向并不拘于哪种形式的动作或笔画，那是任运自然的流动，是潇洒自在的舞动。虽然你一开始还感受不到气，但你的呼吸仍然影响着你自身的能量运作。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试图唤醒拙火。有一种瑜伽呼吸法叫做火呼吸，是不是和《鬼灭之刃》里主角的呼吸相同呢？甚至连动漫里的日之呼吸也是有所隐喻的。这些好玩又有意义的象征，阿乌以后有机会再来说明。先回到我们的火呼吸吧，大家可以自行上 YouTube 搜寻火呼吸的瑜伽教学。火呼吸也是在试图唤醒灵蛇的方式，但是阿吴的建议是，一开始并不需要那么快的频率，一开始反而是要把呼吸放得越慢越好，像是做腹式呼吸一样，吸气时用鼻子慢慢地深吸一口气，想象气体流进了你的下腹部，吐气时稍微加强一点力道和速度，想象气从你的下丹田冲到第三眼甚至头顶的地方。这个方法的重点在于在呼吸的时候去想象空气在你体内的流动，先从鼻子流通到丹田，再从丹田流通到第三眼或头顶，慢慢的做，不求快，只求你有所感受。你腹部的昆达里尼现在只有一些小火苗，呼吸法是利用你的吸气时像风箱一样把空气灌进火种里助燃，当你吐气时再试图把一些火苗能量引导出来，如果机缘具足，就可以唤醒这灵蛇之力了。这3堂课我们介绍了所有魔法、神通、能量、灵能、气、修炼者的最终圣杯与目标。昆达里尼拙火是什么，以及它的重要性与危险性，还有如何唤醒它的方法。琥珀神秘学院把这股宇宙之能并位与空性同等重要的修行项目中，这是修行的中高阶内容与科目了，专门为魔法能量的课程也告一段落了。未来阿吴再来和大家谈谈有关修行的其他方法观念与议题。下课喽，拜拜。